好，我们现在是要把它这幅画给完整加上叶子，看一下怎么加呢？我们这一次是先画上这个花，然后再来加叶子的。我们可以先把这一组叶子先给加上。这一组叶子我们先来把它的叶子安排好，慢慢的来加。从这里长上来，长一组，长两组，3组，这里来一组，这一串花我们就让它从这里长出来。通常这个叶子的话都是在花的这个根部这样子长出来，也有可能也是在这个嫩枝干的某一个地方来长出来，这是紫藤花的一个特征。那我们这一组我们就把它画成嫩叶，画成嫩叶，我们就调这个画嫩叶子的颜色，3绿加藤黄，3绿加藤黄加朱标加这个胭脂。画这个嫩叶，在我们课程里面有这个画嫩叶的啊，有这个画嫩叶子，这个是紫藤花的叶子的特征。我们画的时候两边长叶子，那这一串比较大一点，要有大有小有变化啊，这个叶子不要全部所有的叶子都画成一样的形状，两边对称，这样子就不好看了。两边不要对称，这边我们可以把它画成侧面的这种感觉，侧面这种感觉我们就只能看到一点点点就可以了。那像这样子的，我们不要把叶子都画的特别，就是两边这样子展开散开，它就不好看了。好，这里再来一组，在这一串的后面显得很密。那这里再来一组，好，这里来一组，让它这里4组，这边3组，这边1组，让它有一个这种多的和少的这种对比关系。好，这一串叶子，我们再来看上面我们画这个，先画出一些深色的叶子吧，然后再补充一些比较嫩叶子。画深叶子我们用的是这个，刚刚我们的颜色，我们画这个老叶子用的是这个太清蓝加藤黄，加墨，这个是我们调好的太清蓝加藤黄加墨啊。可以用花青，也可以用太清蓝，都没关系，用花青或者是太清蓝都可以，好不好？画叶子，画这个老叶子用花青或者是藤黄，花青加藤黄加墨，或者是太清蓝加藤黄加墨都可以的。好吗？还是一样的，笔尖要蘸这个浓墨，来画这个叶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组，我们先来一组大的，从这里伸出来，从这边这一串都是从这里长出来的，我们让它都往这里来。好，我把中间的这个，我还是先把这个枝干不是这个叶柄给安排好，等下大家又不知道这个叶子从哪里出来的，好不好？
啊，这里2组，这里2组，我们可以再穿出来一组，这里穿出来一组，然后这一串往上面来的，这一串从上面长下来的，那么上面会有一些叶子这样子掉下来。我们先把这些有画出来这些叶柄先添上这个叶子，先用这个画老叶子的颜色画一些这个老叶子，然后再加一些嫩叶。啊，这一组的话，我们还是把它这个叶子画。叶子要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这一组的话，画到这个花上了，我们要深一点，特别是等下勾这个叶茎的时候，我们要把它勾得深一点点，因为已经盖住这个花了。好，这一组我们就让它到后面去吧，后面去，不要让它在这个花的前面了，等下把这个花给挡完了。好，这里还有一组，直接这样子叠加过来，要有大小的变化，这个叶子不要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样的，太平均了。避免平均，我们要画都是在画对比啊，画都在画对比，画这个对比关系。好，这里这些叶子。待会儿我们的层次还会有一些层次，这里可以从上面，因为这个空间还有无限的，还有很大的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空间多大，我们可以从这里再长一组叶子来，后面很多是看不见的，我们用一些淡叶子。用一些淡叶的层次，待会儿我们还会添加一些层次。那么画到这里来，加了一些叶子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把这个老枝干给画出来。看一下这里，添一点点，像这种的话，花特别多的，我们就不需要太多的这个老枝干啊，不用太多的这个老枝干。加一点点水吧。一点点这个老枝干就可以了，看得到一点点，从这上面。这个是在后面的这个层次啊。这里来一点点藤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我们再来慢慢的把这个叶子的层次深入。
我这里可以长出来，从那边露出一组这个嫩叶来。画嫩叶还是这个3绿加藤黄加珠标加胭脂。看这里还要不要加一组这个小紫藤？我们先来画一些这个嫩叶。这个叶子它会很小，嫩叶紫藤的嫩叶特别小，这里看得到一点点。这里我们来一串这个小紫藤吧，在后面的这个层次里。好，这个边画边加，这个是边画边加的。好，这个后面来一串小的紫藤，我们直接在这里来一串这个小的紫藤，淡淡的层次，不要画的太浓了。小的层次，后面的层次它在后面，我们不用点的太仔细了。我们要让它颜色有区别，把这一个要挤出来，不要全部混到一起了。混到一起了，我们就看不清楚哪一个是哪一个了。开始可以长出来一点。好，把这个叶柄再加上。这里再来一笔。好，这里来一串小的，还是一样，虽然它很小，我们也是要画出它的这个花柄、花托。上去哪呢？好，慢慢的去完整。还是要画一些这个小花托进来。好，其他的这个白色的、黄色的我们就不点了，这一个。好，这边后面的有一串，再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啊，看一下这个画面。好，把这个叶子这里来一组叶子，这里来一小组叶子，画一些淡一些的叶子啊，不然这里会太空了。
跳出来一组。好，这里叶子再来一组淡一些的层次。这是后面的这些淡叶子的层次，在里面的这些层次也让它更加丰富。好，我们直接把里面的这些缝隙都给填满了。不用画的太清楚，里面这些层次，可以直接用3绿，加一点3绿，让这个颜色跳一下。显然这里颜色，这里的这个叶子很密的。这样子加上它的有深浅的变化，它就会层次感就出来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再观察一下，好，这个藤黄没有了，弄一点藤黄过来。我们再从哪里再跳出2组小特别的叶子出来。咱们画的紫藤是稍微的会有一些区别哈，有一些不一样。从这里调2组叶子出来。这样我们可以画一些叶子把它挡住了，或者是花瓣挡住了都没关系。它从里面伸出来，已经被这些叶子挡住了，在上面的一个层次里面，在层次里面去了。好，我们从哪里再调出藤黄、朱标、藤黄、3绿、朱标、胭脂。好，这里调一圈叶子来，调一组这个特别嫩的小叶。小小的嫩叶子，那么一串的话是不是太孤单了？我们再调一串，再调一串。这个是最后加上这个一些细节的东西。要有这个大小的变化。中间这一片叶子可以大一点。好，这上面可以点上有一些叶子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整幅的效果。然后我们要加上这个画上这个勾上这个叶筋，勾上叶筋。我们先勾这个嫩叶子的叶筋，嫩叶子我们用这个胭脂来勾叶筋啊，用胭脂勾叶筋。先把勾叶筋的这支笔稍微的洗一下。好，用这个胭脂
用这个胭脂来勾叶茎。好，这个叶茎也要稍稍的勾一下。也不用说勾得太仔细了，一片叶子上勾2、3笔，意思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上面的这个嫩叶也要勾一下。好，这些浅浅的，我们用浅浅的去勾，不要勾得太深了。好，这个老叶子我们就用这个浓墨去勾，用这个浓墨来勾。现在我们的嫩叶子勾完了，我们现在勾这个老叶子，用这个浓墨来勾了。像这样的叶子，到时候它干了之后，最好再补一下，因为现在太湿了，我们即使补上去，它还是会淹到一起。
像画这个血液有一点这种晕开了是完全没关系的啊，完全没有关系，大家不用担心，不用说哎会不会有瑕疵。好，这个有一些空白的地方，我们可以让这个紫层再往上一点，就是露出一点点这种感觉。那我们再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效果。看一下这杯紫藤的整体的效果。其实我们这一幅的话就不打算画这个老藤枝干什么的，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提上字就特别好了。这个地方我们提上字就特别好了。